天下之大，无奇不有。1963年，河北万全出了位传奇奇人，无需任何道具便能夜行千里。他就是被村民称作瘸叔的张福全。这位六旬老人虽瘸了一条腿，却身怀失传已久的夜行术绝技，在那个交通闭塞的年代，成了十里八乡最靠谱的信使。传闻瘸叔自幼得高人传授，练就夜行800里的本事，年轻时便常帮人传递信息，报酬只需5升小米。他送信向来神秘，只在夜间行动，出发前必设供桌，燃香叩拜，换上夜行衣，腿贴黄符，接过事主写在3寸白布条上的口信，便即刻启程。无论多远的路程，他总能在次日鸡叫前折返，从未耽误过事。最令人称奇的一次，有人托他将一封急信从河北万全送到内蒙西蒙阿布卡奇的一棵松树下，往返直线距离足足500公里。瘸叔依旧深夜出发，次日清晨便带着完成的消息归来，而收信人6天后证实，当晚确实有黑衣人送过口信。此事让瘸叔的传奇声名远扬，可这份神奇却在1963年戛然而止。因被指搞封建迷信，瘸叔在批斗中被人用镐把打断腿，卧床数月后便再也不肯替人送信，无论谁来请求，都以腿脚不便为由婉拒。直到1973年寒冬，村里德高望重的老教师病逝，其儿子远在山西大同煤矿上班，一场罕见的大雪封死了全村的路，既无电话也无法外出。情急之下，村民只能求助瘸叔。念及老教师曾有救命之恩，瘸叔犹豫再三，最终答应了这最后一次托付。入夜后，瘸叔的院子里升起一盏红灯笼，几个好奇的少年扒着门缝偷看。只见他身着夜行衣，完成祭拜仪式，起身瞬间，院中狂风骤起，一缕黑烟窜向屋后，瘸叔的身影竟凭空消失。少年们吓得魂飞魄散，村长赶来后便守在院外等候。次日凌晨，院子里传来一响，村长破门而入，竟见瘸叔倒在地上，半边身子浸在血泊中，赤脚。医生检查后发现他身上布满铁砂小孔，明显是被火铳所伤。直到当天下午，瘸叔才缓缓苏醒，告知众人信已送到，受伤试过白登河时被王堡村的李六金误伤。5天后，老教师的儿子赶回家中奔丧，证实确实凌晨1点多收到瘸叔送来的口信。而当村民找到李六金询问时，他却满脸疑惑，那晚我去河边打兔子，明明打中了一只瘸腿黑兔，可地上只剩一滩血，兔子却不见了。从万全到大同往返400多公里，常人穷尽一生也无法一夜往返，瘸叔却完成了这场奇迹。他的夜行术究竟是失传的绝技，还是未解的谜团？这个世界上是否真的藏着超越常理的神秘力量？答案或许早已随着瘸叔的离世埋进了岁月的尘埃里。这样的人往年有，后来随着盛行科学就慢慢消失了。这叫奇门遁甲，只剩云南彝族和壮族才会这门技术了，而且壮族还会缩地成寸法术。为什么鲁班书是禁书？就是里面法术都是真的。当年有人缩地成寸，去西安偷包子吃，回来包子都是热的。听说壮族还会赶山术，不知道真假。清末明初的汉族道士也会。一个网友说，他们邻村也有一个，也是奇门遁甲，五鬼抬轿，夜行千里。为啥现在很少见到？因为学那个没好处，还会祸害后辈。一个网友说，他们村的那个人家里原来是兄弟3个，最后一个都没有后代，也许是禁书。总之不学最好。奇门遁甲中的遁地术，就是封神榜中的土行孙一样，5弊3缺，很多人为了学那个都绝后了。一个网友说，他师傅就能夜行千里，必须是夜间行走，鸡叫前回来，这叫五鬼抬轿。鬼最怕鸡鸣狗叫，一听这声音就把人扔下去了，有时候摔成轻伤，重伤可能就摔死了。在1949年之前，湖北松滋大研举有一奇人，名叫董凤芝，会驾驭飞行术，可使地面倾斜，可以偷梁换柱。有人见过隐身术的人，还有人能把高速行驶的车给定住，日行千里，也就是腿上贴了黄色的符。听说过这种，
还可以带人，被带的人必须闭上眼睛，睁眼就会掉下去了。床底放筛子，点7个灯，灯不能灭，可以腾云驾雾。有人说灯可以灭，灭了看不到路，会撞得鼻青脸肿。天地无极玄心正法，神行千里。贴符是不是千里传送符？奇门遁甲法术，科学无法解释。500公里，0点出发，5点回来，往返时速200公里。猎豹也没那么快，